欢迎来到轻声慢读。今天我想带你走进杜拉斯笔下最迷离、最悄然心碎的一段爱情——情人。在殖民地的热风里，一位少女与一名华裔少爷相遇，用短暂却深刻的爱照亮彼此的孤独。让我们一起慢慢读。我们先来看看这本书的开头。我已经老了。有一天，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，他主动介绍自己。他对我说：“我认识你，永远记得你。那时候你还很年轻，人人都说你美。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，对你来说，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。那时你是年轻女人，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，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。”这是王道乾先生的翻译，直到现在都能够准确地击中人心。看到这里，我就想起了那首歌，叫《当你老了》。叶芝的一首诗里面说，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、假意和真心。好多人都会唱，对吧？那么杜拉斯写这个小说是属于温情的追忆吗？当然不是。杜拉斯书写的主题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欲望。破坏性的青春和热情和年龄无关。所以作家王小波曾经说过，我对现在小说的看法都是被情人固定下来的。他影响了那么多的人，那么情人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杜拉斯和他的情人。关于这位传奇的女作家，有人说你可以爱她，也可以恨她，但是都应该了解一下杜拉斯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无法忽视她，她一定会激起你强烈的感情。杜拉斯的确是个传奇，用8个字来讲，叫离经叛道，无法归类。他一生创作了50多部作品，有19部电影。他是法国高中生读得最多的作家之一，但是他从来不在乎读者。所以评论界说，这个女人，她专门写让人昏昏欲睡，而且复杂的要命的书。她还搞一些让人看不懂的电影。可是杜拉斯手一摊，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名声或者是社会道德，我不在乎你们的评价，我从不掩饰自己的欲望。她常常干出一些让人惊到下巴的事。比如说，她曾经和丈夫、情人3个人一同生活，在66岁的时候，好多人说那已经是个老女人了。我很讨厌这个词，老女人可以做什么呢？看看杜拉斯，她有了一个新伴侣，比她小上将近40岁，是她儿子的朋友。那杜拉斯一生都无限的任性，而且她说话特别的猛，就是往死里说。比如她公开的讲说，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，那就可能是个妓女。那情人是杜拉斯最著名的作品，基本上是他的自传，那其中的女主人公就是杜拉斯自己。杜拉斯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。那有一次，记者采访杜拉斯，就问他说，情人中的那些人物情景，包括故事，都像你说的那样，是真实的吗？杜拉斯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，是的，我想对您说，没有一个标点是编造的，一切都有迹可循，一切包括那个房间、街道、妈妈的连衣裙、大哥哥、小哥哥、寄宿学校，还有那颗分手的时候留下来的钻石，他现在仍然嵌在我的戒指上。杜拉斯说，情人就是我的地图。好了，翻开这个地图，这本书，杜拉斯究竟在写什么？他不仅回忆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一段爱情，他反反复复在讲自己的家庭。少女时期的杜拉斯是充满痛苦的，在情人中能够看得到那个法国少女和母亲之间的矛盾，这是她个人成长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她特别恨母亲，同时也很在意自己的母亲，在意她对自己的看法。那书中写道，杜拉斯自己就出生在越南，当时越南是法属殖民地，他的父母是响应法国政府的号召前往越南的。不幸的是，在越南他父亲患上了重病，所以不得不返回法国，最终在法国病逝。那这个时候杜拉斯只有4岁，父亲病逝了，家里的生活其实是非常拮据的。他的妈妈就带着3个孩子留在了越南，开办了一个法语学校，用微薄的薪水来养活孩子们。后来有一次，妈妈参与投资柬埔寨的房产失败了，那么家庭的状况雪上加霜。他们一直非常穷，所以这种童年的苦难，还有母亲的悲惨命运，影响了杜拉斯的一生。我们来看《情人》这本书，小说是从我的回忆开始，就杜拉斯这样一个少女，说起自己15岁半在一艘轮渡上遇到初恋的经历。杜拉斯的写作风格是非常跳跃的，他好像是自言自语，
那这本书就是一个人内心的流淌，所以阅读有门槛，需要耐心。比如他开头就讲，对你说什么好呢？我那时才15岁半，那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。杜拉斯把这个少女写得极美，她仔仔细细地为大家介绍了主人公的衣着打扮。我身上穿的是真丝的衣衫，是一件旧衣衫，磨损的几乎快透明了。那本来是我母亲穿过的衣衫，有一天她不要了，因为她觉得这件裙衫色泽太鲜，于是就把它给我了。这件衣衫不带袖子，开领很低，是真丝通常有的那种茶褐色。这件衣衫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我觉得我穿起来很相宜，很好。我在腰上扎起一条皮带，也许是我哪一个哥哥的一条皮带。那天我一定是穿着那双有镶金条带的高跟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小姑娘头上戴的帽子，一顶平檐的南帽，玫瑰木色的，有黑色宽饰带的呢帽。她说：“看看我在渡船上是怎么样吧。”2条辫子依然挂在身前。才15岁半，那时我已经敷粉了。我用的是托卡隆香脂，我想把眼睛下面双颊上的那些雀斑遮盖起来。这粉是我母亲的，她上总督府参加晚会的时候才擦粉。那天我还涂了暗红色的口红，就像当时的樱桃的那种颜色。这一段读起来很有画面感。杜拉斯说自己那个时候才15岁半，体型纤弱修长，几乎是瘦弱的胸部，平地和小孩的前胸一样，现在看起来很时尚，叫纸片人。可是她认真打扮自己，简直让人看了可笑。美丽的法国少女吸引了中国富家少爷的注意。这个人是什么模样呢？他风度翩翩，在巴黎读书，穿着欧洲式的衣着，穿一身西贡银行界人士常有的那种浅色做绸的西装。他们家在西贡做房地产，帮本地人盖房子，所以他能坐一辆高档的黑色利木新轿车。在乱糟糟的轮渡里，有辆闪闪的小轿车，有司机，有一身纯白的考究的服装，这一切都显露出男人家境的不凡。男人向少女走去，吸着英国的纸烟，他胆怯地试探性地向少女递出一支香烟。这就是一个爱情故事的开端。之后发生了什么？美丽的白人少女，富有的中国少爷，2个人在渡船上相遇。少女只有15岁半，这个男人比她大12岁，他将近30岁了。2个人开始了热恋。杜拉斯太诙谐了，他把男人的吸引力写在气味里。他说英国烟的气味很好闻，贵重原料发出的芳香，油腻的味道。他的皮肤透出丝绸的气息，带做丝绸的果香味，黄金的气味，他是诱人的。我把我对他的这种欲望告诉他，他对我说，再等一等。整个房间和环境也充满了感官的体验，让人沉沦。房间里有焦糖的气味侵入，还有炒花生的香味，中国菜汤的气味，烤肉香味，各种绿草的气息，茉莉的芳香，飞尘的气息，乳香的气息，烧炭发出的气味。这里炭火是装在篮子里的沿街叫卖，所以城市的气味就是丛莽，森林中偏僻村庄发出的气息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一切显得都非常凌乱和不真实。女孩初次接受情爱，她被这个男人深深的吸引，但这段感情注定没有结果，他们的关系本来就太过荒唐。书里描述，我还是个寄宿学校的学生，却天天放学了上一个中国男人的车，学校同学们就被家长告知，不要和女校长的女儿一起玩，也就是我。他的母亲就是这个法语学校的女校长。母亲怎么看待这一切呢？她也觉得荒唐，可是我们家太穷，我们需要钱。母亲默许了2个人的恋情，还去和学校说，让他的女儿可以自由出入学校。但我们都看得出来，这不是自由，这是因为金钱。对，那个中国情人愿意给这个贫穷的白人家庭钱，但实际上少女的一家人一直看不起男人，因为当时的越南是法属殖民地，白人、法国人就显得高人一等，这种傲慢很快就暴露无遗。书中有个细节，中国情人请少女一家去吃饭，在9层楼的高档的饭店里面吃中国菜。我的2个哥哥在吃饭时只顾大吃大嚼，从不和他说话，根本看也不看他，似乎他根本不存在。母亲则昏昏欲睡。吃完饭，他们又要求去喝酒跳舞，当然又是中国情人掏钱。他们都没有和中国男人有过一句交谈，这就当你是空气。粗暴无礼的哥哥一边享受着妹妹的情人带来的物质挥霍，一边又瞧不起他们。
哥哥觉得自己的妹妹和妓女一样，除了这种来自种族和家境上的差距，少女和情人之间还有一个巨大的障碍，那就是这个中国男人并不独立。男人是个懦弱的没出息的人，他自称在巴黎读书，实际上什么书都不念。他的父亲一怒之下就断了生活费，给他寄去一张回程的船票，所以他不得不离开法国。他念的商科都没有读完。他是个富家少爷，家里一定会给他包办一门婚姻，要门当户对，要对自己的家族有利。而少女呢，她只是一个15岁半就戴男帽涂口红的女人。杜拉斯写了一句，说戴这种帽子不会是无辜的，涂上那种口红也不会是无辜的，总有什么问题，绝不是清白无辜。那意思是说，是在勾引人，是为了金钱。他毫不忌讳在爱情底下的暗流和那些说不出口的动机，所以中国情人的父亲一位大富翁，他也不会认为这是什么体面事。他不允许他的儿子和这样的一个女孩子有什么瓜葛。在他看来，那个女子是一个来自白皮肤的坏蛋家庭的女儿，所以这个东方的家庭是不会同意女孩和少爷之间的婚姻的，而要让那位少爷违抗父命，爱她，娶她，把她带走，他没有这个力量。面对女孩子哥哥们的刻薄、粗鲁和忽略，他也不敢多说什么，就是默默的忍耐。在黄昏的堤岸边，少女向中国情人诉说着她的母亲充满不幸的一生，怎么样被欺骗，被生活伤害，被周围的人利用。女孩子对母亲充满爱、同情，但也恨她。她的母亲总是偏袒哥哥，而且他们并不重视女孩，只是拿她当作工具。这种原生家庭让女孩子的爱情变得很可疑，所以中国情人也曾经很疑惑地问她，说是不是随便哪个男人都可以？是不是为了钱你才跟我走的？这话当然很严重，但是没有答案，就连女孩自己恐怕也无法分清。她并不是一个清白无辜的女孩，或许她只是想逃离。就像她15岁，但是却打扮得像一个轻浮的少妇。她只是想快点逃离自己的那个家庭，逃到成年人的世界。她和这位中国少爷的相遇，不过是把对方当成救命稻草。书里面有一段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他很注意这里事物的外部情况，光线，城市的喧嚣嘈杂。这个房间就是他们相爱的那个房间，正好沉浸在城市之中。那个中国男人，他在颤抖着，他只顾说爱她，疯了似的爱她。他说话的声音低低的，女孩本来可以回答说不爱他，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。突然之间，他明白了，男人并不认识他，永远不会认识他。男人无法了解这是何等的邪恶。由于男人在情感方面的无知，让女孩子一下子明白了，在渡船上他就已经喜欢她了，所以他讨她喜欢，那所有的事情只好由女孩决定了。对，说到底，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纯洁的爱情故事，它和我们很多正派的人想要看的不一样。女孩子并不爱那个男人，男人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男人常常要求女孩说，我只是为了你的钱，他是为了让自己清醒一点。就像人在激动的时候当头浇一盆冷水，他们心里都明白不会有未来的，所以从来不谈论未来。他们在一起只是度过现在的时光。什么样的时光呢？我们就生活在越南，没有四季，只是唯一一个季节的国土之中，同样的炎热，同样的单调，同样的交换无望又热烈的感情。少女在第一次去到情人家里，去到堤岸公寓的时候，和男人说起家里的贫穷，男人非常可怜她。但杜拉斯说，不必，我没有什么好可怜的，除了我的母亲，谁也不值得可怜。好复杂的感情。和男人约会的时候，他也在想自己的母亲。他说，如果让母亲知道这里的真情，他一定会把我杀掉。中国情人挣扎了一下，动了一动，接着说我知道你的母亲将会怎么说。他说了4个字，叫廉耻丧尽。后来少女和中国情人的事情暴露了，母亲就发了一次疯病。她的病一旦发作，就一头扑到少女身上，把她死死地抓住，关到房子里面拳打、扇耳光，把她的衣服剥光，趴在她的身上，又是闻又是摸，闻她的内衣，说上面有中国男人的香水气味，还要查看衣服上有没有可疑的污渍。她尖声的嚎叫，叫得全城都可以听到。她要把她赶出去，要看着她死，没有人肯娶她。丧尽廉耻这4个字出现了，母亲说得更狠，说比一条母狗还不如。如果这是真实的，这一切都是真实的，
那也太悲惨了。可即便母亲这样对待杜拉斯，即便他那么痛恨母亲，但也一直对自己的母亲有深深的同情。就在这种爱恨交织的亲情压力之下，他的家庭关系始终没有办法给他带来积极的力量。那种伤害和痛苦是真实的，但也没有办法割舍。就像我们身边很多人的家庭关系中一样，对吧？非常复杂，绝对不是纯粹的甜或者纯粹的苦，这可能才是人生的真相。那情人小说的最后，是少女乘船离开了西贡，她跟随家人回到法国，而那个中国男人呢，迎娶了家里为他定下来的新娘。有一晚，船只穿越印度洋，在甲板上的大厅里播放着肖邦的华尔兹舞曲，少女的感情才突然崩溃不可收拾。那个晚上没有一丝空气的流动，音乐荡漾在整个的游轮上，那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就像是上帝的指令。少女忽然就哭起来，因为她想到了中国的那个男人，她的情人。突然间她开始不确定了，不确定是不是像她一直对自己说的我不爱他。并不是这样，那种爱她从来不曾遇见，可是它就那么真实的发生，就像是沙中之水。这时她才重新发现，在音乐声中，她发现原来她深爱着她的情人。后面说，自从我离开他以后，整整2年我没有接触任何男人，这神秘的忠贞应该只有我知道。这是少女关于西贡的回忆，令人窒息，里面有复杂的算计，但又有深情。那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1943年，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·密特朗见到杜拉斯，他怎么评价她呢？说她很年轻，很漂亮，有点欧亚混血儿的模样，她很有魅力，也常常施展她的魅力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魅力呢？密特朗说，是的，她就是这样，已经有一点我们在她身上都见识过的爱操纵的个性。她统治着她的小世界，我们都愿意接受，因为我们爱她。此时的杜拉斯已经很出名了，密特朗的这番话是典型的法国男人的缠绵。那翻译一下，他究竟在说什么呢？说他讲的一切都可能是说谎，但是我们都接受，因为我们爱他。但法国哲学家莫兰就丝毫不客气，他说玛格丽特·杜拉斯是一个谎话连篇的人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密码依然在这部小说《情人》里。人到晚年的杜拉斯，他写情人的时候，语言支离破碎，刚好契合了这部小说的氛围，就是那种亦真亦幻的隐隐绰绰的故事。大家一直在说这里面有多少真实的成分，其实可以跳出来，一点点来回望。这本书其实写的不是情人，而是杜拉斯对于自己生命的回头看。回头去看，里面没有多少深情，我看到的是他怄气一样的大胆。在他的另一本书叫《爱、谎言和写作》里，其实提到了杜拉斯和情人经历的真实的故事。小说《情人》是有原型的，那个男人叫雷奥，他是杜拉斯人生中没有办法抹去的记忆，也是小说和电影《情人》里最难以直面的一个人。在杜拉斯的书里面出现过很多的男人，其中有3个和情人有关的形象。杜拉斯小说里出现的第一个情人是在一本书叫《抵挡太平洋的堤坝》里的，那是一个白人。这个白人瘦弱、乏味，而且非常脏、油腻。他爱看那种猥亵的场面，毫无魅力可言，但是喜欢到处勾引女孩子。那么第2个情人形象，书名叫做《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》。这个情人比较的健康和强壮，他对自己充满信心，而且不喜欢别人反抗他。他是一个中国人，来自满洲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，肤色很明亮、浅色、富有，非常有钱，就和《情人》这部小说里那个中国男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但《情人》里描写了一个不朽的情人形象，杜拉斯想要在这部小说里重建真实，告诉我们说这一回是真的，但这依然是他想要让我们知道的真实。在杜拉斯去世之后，披露了一本他晚年的日记。在日记中，其实杜拉斯记载了这段经历，他也许已经忘了这部日记，或者他从来没有想过日记会发表。日记里面是怎么样讲这个故事呢？原文这么说，我是在沙利和西贡之间的轮渡上第一次遇见雷奥的，就是那个中国情人的原型。我回寄宿学校，有人，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是谁了，把我安排在他的车上，正好和雷奥的车一起上了轮渡。雷奥是当地人，但是他的穿着非常法国化，法语说的也很好，他是从巴黎回来的。我15岁还不到，我只在很小的时候才到过法国。我觉得雷奥非常优雅，他手上戴着一颗很大的钻石，
穿着罕见的纱丽做丝绸外套，从来没有一个戴着这么大钻石的人注意过我。而且我的2个哥哥都穿着白色棉布的衣服。雷奥说我是个漂亮的姑娘，这是他第一次遇到雷奥。雷奥问他，你熟悉巴黎吗？我脸红了说，不熟悉。但他很熟悉巴黎，他住在沙利，沙利居然有人非常了解巴黎，而我直到那个时候还对巴黎一无所知。这就是2个人身份的差异。所以杜拉斯起初注意到雷奥，是因为他富有，他打开了一个陌生的未知的世界。他说雷奥追求我，我为之心醉神迷。我知道他非常有钱，你看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动机不纯。在情人所有正式的版本里面都没有清楚地提到过激发这2个人欲望的真正的动力是什么，但是这篇日记却毫无掩饰，那就是钱。钱成了欲望的发动机。他说雷奥的汽车着实令我痴迷，而这个小小的少女是如此的坏，打引号的坏。一上车我就问这是什么牌子的，值多少钱？雷奥对我说这是一辆雷翁阿美达波雷，值9000皮亚斯特，这是一种货币单位。杜拉斯就想起了我们家的那辆雪铁龙，只值4000皮亚斯特，而且母亲分了3次才付清。在他的眼里，雷奥看上去非常幸福。我们开始了谈话，很随意又很自然。他晚上来的，第2天又来了，后来就天天如此。所有人都知道雷奥想要什么，那杜拉斯怎么想呢？他写道，他的汽车让我觉得非常荣耀，我想别人也一定会看见的。我故意让他把车停在那里，因为我怕同学过去的时候会看不见。这个虚荣的小姑娘，她和雷奥永远都不可能结合，所以故事一直发生到这里，也可能只是关于钱的故事，甚至有人会说，这多么肮脏。那么杜拉斯在这个故事里究竟是什么角色呢？在《情人》这部小说里写到一个场景，少女光着脚站在一座塔前，这是青春期刚刚开始的阶段，她每天晚上都要把辫子重新编一编。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拼命梳头，把头发往后拢，我想让头发平平的，尽量不让人看见。母亲有时候会对她说，不过很少，而且总是偷偷地说她漂亮。不，你会漂亮起来的，玛格丽特，你会漂亮的。她让她不要太在意。而她的哥哥皮埃尔不打她的时候就会骂她，骂她长僵了，骂她是个废物，长得那么丑，男人都吓跑了，丑的以后根本嫁不出去，她应该有自知之明。这就是真实的状况。杜拉斯无路可逃，哥哥和母亲的压力对他影响太大了，所以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找个男人。他找到了，他没有刻意去找，这个男人正常落在他的面前。他很快就证实了雷奥拥有巨额财富，他好像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生活。所以暑假的时候，他把雷奥带到了他的家里，介绍给他的亲人。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？在母亲和大哥哥的督促下，迫使他尽快做出选择，用有可能成真的爱情交换很多很多的钱。杜拉斯就是这么写的。这个梦想不是他一个人的，而是整个家庭的。雷奥进入到这个家庭，改变了一切的计划。自从大家知道他有那么多的钱，就一致决定让他来还我们家的高利贷欠款，还要让雷奥投资好几个企业，比如说给他的哥哥开个锯木厂，或者开个什么装饰车间。杜拉斯的母亲仔细研究过各项计划。除此之外，母亲还要求让雷奥给家里的每个成员配备一辆汽车。杜拉斯负责干什么呢？就是把这一切计划转达给雷奥，试探他一下，但是不能承诺他什么。母亲告诫过他，如果你可以不嫁给他，那就最好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当地人，你以后会明白的。这里面我们没有看到爱情，只是交易。中国情人是一个交易的对象，而在这个游戏里，杜拉斯究竟是骗子、同盟，还是可怜的牺牲品呢？他一头扎到了游戏当中。后来他把这段经历转化为《情人》这本小说。小说当然是经过润色、选择，甚至是记忆自动的模糊、美化的，恐怕最后连作者自己都难以分辨哪些是虚构，哪些是事实。这就是我们看到的《情人》的文本。我们不想美化杜拉斯，可是也无需站在道德的角度来评价他。在文学上面，这部小说留了下来，就是因为其中有很多的东西直击我们的内心，写出了我们内心里不敢流露的那些欲望。那在现实中维持了2年的关系之后，雷奥有一天来对杜拉斯的母亲说，他们要结束了，因为自己的父亲禁止他娶这样一个女孩子。在这场赌博里，白人家庭输了，因为中国家庭并不喜欢这个贫穷的白人女孩，
也不会容忍这个动机不纯的家庭来挥霍他们的财产。可是对于杜拉斯的母亲来说，还是可以再赌一把的。接下来的事情非常匆忙，他的母亲很快决定要回到法国，重新开始生活。但是他没钱，所以他把雷奥看成是罪魁祸首，于是向雷奥要钱。你不是要结束吗？那么200万，真的是要200万。在1931年的夏天，杜拉斯的妈妈带着他的孩子们登上了去马赛的船回到法国。旅费当然不是母亲出的，是情人的父亲最终让了步。他计算了一下，这一家人如果回到法国需要多少生活费，然后给了他们一笔现金。在《情人》这部小说里，杜拉斯的描写是法国少女得到了一块钻石，有瑕疵的钻石，那也许是一笔现金。这就是母亲的报复，用钱来了结一切，付出代价。人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。他们走了，中国情人一家在想，终于走了。杜拉斯也描述了分离的场面。他们搭乘的轮船在港口鸣响汽笛，渐渐远去，雷奥的身影渐渐变得模糊不清。那艘船航行到一半的时候，有一个年轻的旅客，他跳了下去，尸体就被黑暗吞没了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为什么写这一句？杜拉斯说自己和童年诀别了，也是这样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一定有什么东西死了，但是无声无息。故事到这里结束了，但是真实的人生有后续。在1971年，昔日的少女已经变成了老太太。杜拉斯在法国的家中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，是中国情人打来的。他说是我仅仅想听听你的声音。女人回答说，是我，你好。中国情人依然是胆小的，和过去一样显得害怕。突然间，他的声音打颤了。听到这颤抖的声音，他猛然在那语音中听出那种中国口音。男人曾经在西贡见到过他的母亲，从他母亲那里知道他一直在写作。他们聊了一会儿，后来男人就不知道和他在说什么了。在小说《情人》里，最后一句是这样写下来的。他对他说，和过去一样，他依然爱他，他根本不能不爱他。他说，他爱他，将一直爱到他死。这就是全书的结局。杜拉斯在1996年去世，他的最后一任爱人杨陪伴在他的身边，墓碑上只有他名字的缩写，没有墓志铭，一个字都没有。他只是留下了他的作品和他传奇的人生。今天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分享，欢迎点赞订阅，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